我叫苏木离，在这家5星级餐厅后厨做传菜员，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。因为体型的原因，我总是比旁人笨拙一些。今天我像往常一样给客人上菜，客人一个转身，我躲闪不及，托盘上的热汤溅在了他的袖口上。那一瞬间，我脑子里只剩下2个字：完了。你没长眼睛吗？看你这一身肉，把路都堵死了，还乱撞。他指着我的鼻子，话一句比一句难听。我没有辩驳，只能一遍一遍的道歉。真的对不起。你们餐厅什么人都往里招。这时，张琪走了过来，他是大堂经理，从第一天见到我起就不喜欢我。苏木离，不是我说你，就你这体型确实挡道了，难怪客人不高兴。又胖又笨，真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。他指着我的肚子，说我长了一身的肉，却一点脑子都没长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凸起的肚子。这时，顾老爷子推门走了进来，他是这间餐厅真正的主人，平时很少来大堂。客诉有客诉的处理规矩，该赔偿赔偿，该道歉道歉，都围在这里算什么？散了吧。他说话的时候刻意看了张琪一眼，张琪没敢再出声，悻悻地转身走了。我站在餐厅后面的巷子里，靠着斑驳的墙壁，看着自己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又宽又长。我在想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，我洒掉的汤，我道过的歉，我低过的头，我被羞辱时那些笑声，还有家里那个从小把我养大的姨妈。我不知道今天回去之后，她又会用什么话等着我。来到姨妈家门口，楼道的日光灯惨白的刺眼。我打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防盗门，走进那个阴暗的客厅。姨妈坐在沙发上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张红色的纸。回来啦，洗把脸，过来坐。我的目光停在那张红色的纸上，她今天没有骂我，冷静的可怕。王建国，那是谁？姨妈，你开玩笑的吧？她的脸上挂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。她抽着烟，抬头看我的眼神，像在看一件到期该兑现的存单。开玩笑，人家20万礼金都到账了。我整个人像被人打了一拳，我想从他脸上找到一丝反悔。王建国，搞建材的，40岁人家不嫌弃你胖，你就谢天谢地吧。你爸妈走的时候留下2套房，你知道我为啥养你这么多年？凭什么？20万你就把我卖了，还要霸占我爸妈的房子？他突然站起身，暴怒地摔了东西。凭什么？凭我养了你12年，房子你一套也别想拿走，字我已经替你签了，手印也按了，等王建国来接人吧。他站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我放在膝盖上的手在剧烈地发抖，他却狠狠地关上了房门。在他眼里，我只是2套房子附带的负担，一个需要被养大，然后被处理掉的累赘。我坐在沙发边缘，看着这个堆满杂物的客厅，却没有一样是属于我的。一整个晚上，我盯着天花板没有合眼。王建国这3个字像苍蝇一样在我脑子里嗡嗡响。快到员工通道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粗壮的手臂挡住了去路。小黎，你姨妈让我先来看看你，咱俩的事你知道了吧？让我过去，我要上班。我想绕过他，可他挡住了我。急什么？先熟悉熟悉，培养培养感情。哟，这大白天的，上演哪出霸道总裁爱上我呀？张琪站在员工门口，双手抱胸嘲讽着我。底子还行，就是胖了点，婚后少吃点，瘦下来给我长脸。他靠得很近，还对我吐了一口烟。他扔下烟头，狠狠踩了一脚，像是给我的警告。苏大厨，你这品味真是越来越接地气了。我用尽全力推开了他，他没防备，踉跄了2步。我跑进员工通道，跑过走廊，跑过更衣室，我滑坐到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我看着走廊尽头那盏冷白色的灯，我抬起还在颤抖的手，看了很久，眼泪还在流，但我不再出声了。明天我不知道王建国还会不会来，但我知道我不会再让他捏着我的下巴不还手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被王建国捏过的下巴还在隐隐发酸，好像有只脏手一直放在我下巴上洗不掉。我只能用粉底简单盖住红印。中午的大堂很忙，水晶灯亮得晃眼。我在备餐台后面擦银器，一把一把的擦，把指纹和上一桌客人留下的唇印全部抹干净。张琪正在后厨准备客人的例汤，例汤刚出锅，还冒着滚烫的热气。张琪端着例汤从我身后走过来，我听见他叫了我一声苏木离。我正要转身，一股滚烫的热汤泼在我右手上，有把热度锁在皮肤上，手在瞬间变红起泡。在我疼得说不出话的时候，张琪先开口了。苏木离，你走路怎么不看着点？我刚端出来的例汤全洒了。我知道张琪是故意的，可他却恶人先告状。这时候顾景天从大堂那头走过来。顾总，我端汤给客人，苏木离突然转身撞到我，汤全洒了，还差点烫到客人。你去后厨处理一下手。他没问原因，和平时一样话少且果断。把地清理干净，
我不希望这种低级错误出现第二次。我看着他走远，看着他经过我身边，我蹲下来开始捡地上的碎碗片，白色的骨瓷碎片上沾着汤渍和油光。我蹲在那里，水晶灯光照在我后背上，很亮很暖，但我觉得很冷。我把烫伤的右手缠上纱布，缠得很丑，但至少把伤口遮住了。餐厅的水晶吊灯全熄了，只有应急壁灯在墙角亮着一小圈光。我站在更衣室门口，将要去拿一样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。我蹲下来，从储物柜最底层拿出一个旧铁盒，里面放着几样东西，全部和顾景天有关。4年，我捡回了他丢掉的东西，藏在这个铁盒里。这是我唯一拥有的和他有关的东西，还有被我翻得已经不成样的日记本。我收好铁盒，放在储物柜最深的角落。可是我不知道的是，张琪下班后并没有走，而是偷偷跟着我来到了储物室，并用手机拍下了一切。难怪看你的眼神不对，苏木离，你可真是给我送了一份大礼。第二天，张琪高举着我的铁盒，站在大堂中心。各位，暂停一下手头的工作，我给大家看个东西，绝对精彩。他拿出钢笔，拿出咖啡杯，拿出照片碎片和我的日记。暗恋顾景天，你也配？照照镜子，又胖又土的癞蛤蟆，想吃什么天鹅肉？给你留脸了。我的脸在发烫，眼眶在发胀，眼泪自己流下来。我只能站在那里，听着自己的秘密被一个字一个字的撕碎。他把日记本随手一扔，内页散了一地。4年的东西在30秒之内全部变成垃圾。我捡完了所有残页，把钢笔从桌脚下捞出来。铁盒还是那个铁盒，但里面装的东西已经彻底死了。今天和昨天没什么不同，只是更安静了。日记被公开之后，同事们经过我身边时会故意绕开。有人在备餐台的抽屉上贴了张便签，我没有哭，我只是把它捏成纸团。张琪坐在前台，一边修指甲一边瞄着我。因为昨天的事，他今天心情很好。苏木离，备餐台下面的柜子擦了吗？别又偷懒，反正你现在也没别的事可做，对吧？我蹲下拿出抹布，开始擦柜子，把脸藏在柜门后面，只有在没有人能看到的角度，我才允许自己难过。大堂的门被推开了，顾老爷子走了进来，可我却没有看见他。他突然一愣，发现我身边的便签。顾总，对不起，我没看到您。纱布湿了就换，伤口不处理会留疤。这是烫伤药，你留着用吧。我拿起老爷子给我的烫伤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家餐厅谁在干活，谁在偷懒，谁在被欺负，我都看得见。以后谁再在后厨以外的地方搞是非，卷铺盖走人，不论是谁。是，顾总，我们都记住了。丫头，别让人欺负惯了。今天和往常一样，我努力地做着自己的工作。张琪也没有再给我使绊子。顾老爷子的话让他收敛了很多。下午他接了一个神秘电话。好，知道了。他好像很期待某个人的到来，是那个人，顾景天的前女友白若兰。挂掉电话，他拿出化妆镜开始补口红。他一边补一边往门口瞄。白小姐，您回来了，好久不见。顾总在办公室，需要我通报吗？通报？回我自己的地方，需要通报吗？他走到我面前，气场强到让我紧张的有点不知所措。他走进顾景天的办公室，用力地关上了门。你怎么来了？但顾景天好像并不欢迎他的到来，反而很抗拒。我想你了。白若兰，这里是办公室，放手。不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这家酒店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只是品味差了点。白小姐，合同已经签了，这里没你的位置，请你离开。我的手在备餐台上停住了，我看见他挽着他的手臂，看见他的脸凑近他的肩膀。瞧瞧，这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有些人啊，就算把手擦破了皮，也终究只是个摆盘的命。喜欢了顾景天4年，我依然是个隐形人。白若兰的回归切断了我所有的念想。今天傍晚，顾家别墅的夕阳特别红，出租车在别墅前停住了。白若兰踩着高跟鞋下车，手里好像拿着什么很重要的东西。她抬头望着这一切，像是即将要打一场胜仗。老爷子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，一直在家里休养。白若兰直接跨过门槛，高跟鞋敲在大理石上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伯父，我没提前打招呼就来了，那我实在忍不下去了。我怀了景天的孩子，这是孕检报告，请您看。老爷子看着报告单，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。你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2年前你拿走的钱还没还回来。
您信不信不重要，但在那之前，全城都会知道顾家的儿子搞大了女人的肚子，不负责。媒体最喜欢这种新闻。您是长辈，您应该比我更清楚顾家的名声值多少钱。你敢？别这么看着我，您该庆幸您还能活着看到顾家后继有人。不过看您这气色，怕是等不到他叫您一声爷爷了。老爷子嘴唇开始剧烈的抖，脖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凸起来。白若兰却一副圣者姿态嘲笑着，看着顾老爷越来越难看的脸，她不慌不忙地走出大门，在门外大喊起来：快来人啊！我肚子里是顾家的骨肉，他们不认。他想吸引周围的邻居，他像完美的演员，眼泪下是一副可怕的笑容。顾景天得到保姆的电话，飞奔回来，却被白若兰拦住去路。顾景天一把推开他，狂奔到老爷子身边。景天，爸。顾老爷子连夜被送进了医院抢救。白若兰一直在给顾景天打电话。顾景天疲惫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。护士从 ICU 推门出来，对他摇了摇头。我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依然拼命工作着。白若兰来到餐厅，身后跟着2个男人，是律师或随从，像一个在炫耀战利品的士兵。顾景天，给你20分钟，要么你现在出现在大堂，跟我把婚期定了，要么明天你就等着顾氏集团破产的消息上头条。没一会儿，顾景天来了，他眼里满是疲惫，已经没有了愤怒，他已经没有力气了。别摆出这副死人脸，怀了这个孩子，我就是顾家唯一的救命稻草。白若兰带的人疯狂拍照留下证据，他把孕检报告拿给他。顾景天闭上眼，他知道今天这样的局面只能妥协。好，我认了。好像这一切白若兰早就料到了，她只是走一个过程。白若兰从备餐台旁边经过，她放慢了脚步，在我面前停了1秒。她侧过头，嘴角挂着轻视的微笑。回到后厨，我一直在回想白天发生的事，像是做了一场梦，是一场破碎的梦。老爷子的右手在床单上划了3天了，从他能动的那天起，那只枯瘦的手就一直在白色床单上重复同一个动作，像一个溺水的人在反复敲打船舱。他画的是苏木离的苏。爸，我在。您想说什么？老爷子的嘴唇颤抖着，喉咙里挤出几个气音。顾景天在病房外站了很久，然后他翻出后厨负责人的电话。帮我查一个人，苏木离，我要他现在的确切地址，立刻。很快他便来到小区楼下，他的一切和这里的环境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。他环望四周，像是来到了贫民窟。他来到门口，跟着里面的骂声，他犹豫了，那正是姨妈的怒吼。苏木离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除了这一身肥肉，你还有什么？我没有反驳，只能一直低着头不说话。也许是想到病床上的父亲，他还是鼓起勇气敲响了房门。哎呦，这位先生，您找谁？是不是走错地方啦？我看到他出现在这里，眼里全是难以置信和紧张。顾先生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父亲中风后不能说话，不能自理，他这几天一直在适应你，他要你贴身照顾他。听到他说的话，我猛地一震。顾老爷病了。这是我的电话，想好了打给我。那个帮我说话、给我烫伤药的老人，他现在需要我。想到可以不用再看到姨妈的嘴脸，离开张琪的视线，我几乎没有一丝犹豫。第2天，我便来到了顾家别墅。我拖着破旧的行李箱，破损的轮子有点拖不动我的行李。我从没来过这样的地方，我不知道这扇门打开之后等着我的是什么。白若兰端着咖啡从别墅大门走出来，她的嘴角浮起一个弧度，不是笑，是轻蔑。哦，是你？景天跟我提了，说你过来照顾老爷子。顾先生请我来照顾老爷子，我会尽心的。他靠在门框上，用身体占住了大半个入口。我站在门廊下，抱着我的行李，他却因为行李箱声音太大，露出不耐烦的表情。把鞋在门口脱了，别踩脏地板。我走进客厅，茶几上收拾过了，但空气里全是消毒水的气味。他领我穿过地下室走廊，空间越来越窄，光线越来越暗。这是你的房间，不大，但够你一个人住了。顺便换成佣人服吧，别穿太随便了。6平米的佣人房，角落里放着一个生锈的电暖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房间虽然小，
但可以安置我所有的东西。我把药膏放在床头的小抽屉里，这是这间房里唯一珍贵的东西。既然住在这里，家里有规矩，我回头跟你细说。有事就打电话，名片上有号码。顾景天的话让白若兰眉头一紧，她立刻上前：“早点回来，老爷子今天状态不错。”顾景天走后，他没再跟我说话。我知道他心里在烦什么，不是因为顾景天多看了我一眼，是因为他怕失去对顾景天的掌控。手机闹钟响了，4点55分。我睁开眼睛，快速穿好衣服，把烫伤膏放进围裙口袋，来到厨房开始准备老爷子的早餐。厨房太大，我开了中岛上方最小的一盏灯，只照亮手边那一块地方。天还没亮透，楼上传来了拖鞋声。白若兰这么早起来，不过是想监视我的一举一动。蛋羹蒸老了。她站在我身后极近的地方，给我下着一个又一个命令。我把她所谓的规矩都记录在手机里。家里规矩不多，虽然顾老爷子喜欢你，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景天在家的时候不要在他面前晃。我听见他的话停了1秒。知道了。这时顾景天走进厨房拿杯子，他又一次离我这么近，但却觉得很陌生很遥远。我做着自己的事情，不敢抬头看他。晚上早点回来，我给你炖汤。白若兰在我面前展示她和顾景天是多么的亲密。顾老爷，今天蛋羹可能没昨天嫩，白小姐说老了，我明天再调，您先凑合吃。老爷子吞咽很困难，每一勺都有一半从嘴角流出来，他的眼睛一直在看我。他注意到我的围裙是旧的，可他却不能像之前一样站出来维护我。这些衣服全部要手洗，真丝用冷水，羊绒要用护发素稀释后漂，深浅分开。现在就洗。白若兰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让我洗，我没有抱怨，因为我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，为了还老爷子的恩情，为了拿到丰厚的薪资，请律师拿回爸妈的房子。而白若兰不过只是想维持她女主人的表演。我来顾家第7天了，7天足够让一个习惯被忽视的人重新校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期待。我现在每天的期待很简单，期待我的早餐还在冰箱里。白若兰每天都会丢掉我留的饭菜，今天又只剩下半瓶过期的酸奶。我顶着饥饿做好了顾景天和白若兰的午饭。木离，今天的火候似乎重了点，这鱼皮都裂了，看着真像某些人的命，碎的补不起来。顾景天听见白若兰的嘲讽，还没吃2口就生气的离开。景天说着肉腻，丢了也是浪费。木离，你最懂节约了，对吧？我低头看着碗里的剩饭，冷掉的油腥味儿和隔夜的冰箱味儿混在一起。顾景天也许是看到我这2天脸色不太好，在我洗菜的时候，特地跑来厨房关心我。你的手怎么弄的？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。可这一幕却被白若兰看在眼里。我不能告诉顾景天白若兰倒掉我饭菜的事，不能告诉他手是被白若兰咖啡烫的，因为我现在还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被赶出去。白若兰给我定的规矩已经攒了厚厚一叠，我每天重复着做着不能触碰规矩的所有事。你今天的活还很多，慢慢弄，不急。他今天好像特别的闲，把橘子皮丢在我刚打扫过的地方，端着咖啡在家里走来走去。他的这些刻意的动作我再熟悉不过，看着他一遍遍的丢垃圾，我并没有发火，所以他换了策略。他走到餐桌旁，拿起一瓶橄榄油，从餐桌一路洒到厨房的地板上。我蹲下来，看着地上那串油渍，拿来清洁剂和抹布，开始一点一点的擦。老佣人看到这一幕，他的嘴唇抿了一下，他把一叠干净的抹布放在矮柜上。我搬来楼下的旧报纸，准备上楼。白若兰好像已经在这里等了我很久，她让我换掉家里所有的窗帘。在我换窗帘的时候，顾景天回来了，我们就这样四目相对。随后他扶着我的梯子，怕我摔下来。这种事叫陈姐一起弄，一个人搬太重。白若兰在楼梯旁看着这一切，她绕到他身边。景天，你累了一天了，别站那儿扶着。木离能弄好的。顾景天走的时候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我回到佣人房，腰背传来刺痛，我没有躺下，躺平了腰更疼。我拉开床头抽屉，拿出那管烫伤膏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可以坚持下去，也必须坚持下去。早上4点半，手机在枕头边震了一下，是条短信，王建国发的。我看着屏幕上的字，没有回，也没有删。他说他下午会来顾家找我。上午我擦客厅落地窗的时候，
每隔几分钟就看一眼大门外的街道，一个遛狗的邻居经过，我的心就猛跳一下。白若兰坐在沙发上翻杂志，好像早就知道我在害怕。她知道我在怕什么，她什么都没说。我知道她在等什么，她在等王建国出现，等我在她面前被羞辱。我去后门倒垃圾的时候，那个我害怕的人果然来了。他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件商品，随后从口袋掏出一个盒子。这是订婚戒指，先给你。小黎，这可是足金的，跟我回去，这玩意儿就是你的。拿着你的东西走吧，别再来找我。他听完我的话，使劲捏紧了我的手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买了婚书，但你没买到我。我住在顾家，你敢再堵在这，我就去找顾景天，他会让保安来，你可以试试。他也知道顾家他惹不起，只好放开我。行，你最好能一辈子躲在这大宅子里，咱们来日方长。我靠着门，腿终于开始剧烈发抖，刚才所有的镇定全部退潮。我不知道的是，白若兰一直站在楼梯旁，从缝隙里看完了刚才发生的一切。坐在床边，我把烫伤膏涂在淤青上，不是因为能治好，是因为这个动作已经成了一种条件反射。我想给顾景天打电话，可是我犹豫了，这是我自己私人的事，我不想给他添麻烦。我在厨房熬药的时候，手抖了一下，不是因为紧张，是饿的。白若兰只给我留了一盘凉拌黄瓜，我把药碗放进托盘，又检查了一遍。走在楼梯口，我的眼前突然发黑，低血糖导致的轻微眩晕。我继续往上走，布鞋底在木楼梯上打滑了，我的身体瞬间往后仰，药碗从托盘上滑出去。顾景天听到声响，想都没想，丢下手机就冲上楼。我听到一声闷响，睁开眼睛，是顾景天用身体接住了我。我的整个重量全部压在他身上，他的后背狠狠磕在楼梯台阶的金属防滑条上。白若兰目睹这一切从楼上冲下来。肥猪，害人精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算了，你这种垃圾永远别想翻身。白若兰罚我跪在那里半个小时，我想起她歇斯底里的辱骂，肥猪，害人精，每一个词都像是一把匕首。回到房间，我暗自发誓，这次一定要减肥，不是心血来潮，不是被羞辱后的赌气，更不是为了任何人。昨天顾景天因为我受了腰伤，我也因为在碎碗上跪了太久，膝盖全烂了。白若兰让我下跪，顾景天并没有阻拦。那一刻我的心也像镜子一样稀碎。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怎么可以就这样认输了？我拿出大学时候买的运动服，不知道现在还穿不穿得上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要做一个被人耻笑的胖子。我拖着受伤的腿走去厨房，毕竟还有很多事需要我去做。现在要先从我的饮食开始规划。我拿出昨天留下的全麦面包子细量着。我写了一封道歉信给顾景天，毕竟他是因为我才受的伤。这时白若兰来了。怎么，终于觉得自己胖了？也好，多减减，省得再压到别人。他继续用恶毒的话攻击我，他想等我发火，可我并没有理会他。他可能也觉得无趣，便转身离开了。地下室的空气里还残留着旧纸箱的霉味。我攥着跳绳的塑料手柄，不停地跳着。因为太久没运动，腿一下发软，让我摔倒在地，本就受伤的膝盖又流出血。可我并不想就这样放弃了，站起身继续跳。今天的目标还差300个。所有的咬牙坚持，都让我眼里充满光芒。白若兰听到了跳绳的声音，虽然离得很远，但她总能察觉细微的声响。她非常生气地砸着地板。她走出房间，在别墅里寻找着声音来源。我放下跳绳，开始做着无氧运动。白若兰并没有找到我，她跑去抽屉拿了一个玻璃药瓶。昨晚跳了好久，悠着点。老佣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像是给我的鼓励。我摸着自己的肚子，现在还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任何人都挡不住我要变好的决心。镜子里的女孩正一点点长出铠甲了。我把运动的时间调整到下午，这样白若兰就不会因为我跳绳受我影响到。今天是我坚持跳绳的第3针，膝盖上的旧伤已经不疼了，小腿比以前有力了，现在能连续跳2000下绳。这中间隔着的不是时间，是每一次被绊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力气。可是白若兰并没有打算想要放过我，她搬出房间的纸箱和书籍，不停地在楼道间又摔又砸。电视声音开得最大，但我不打算停，因为我发现白若兰比我更累。
他的噪音是一种自我消耗，我的运动是一种自我积累。他完全是在跟自己过不去。我放弃了顾景天，可我不可能放弃自己。运动完，我回到工作岗位，老佣人每天会帮我分担很多工作。他递给我一罐红糖，默默走开了。在这个家里，他是第二个对我最好的人。我上楼去收拾着白若兰丢在走廊的杂物，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反复上演。我把每天发生的事都记在日记本上。现在的我不再内耗，也不再委屈。白若兰的歇斯底里对我也没有丝毫的影响。体内的多巴胺让我越来越有活力，也越来越健康。而白若兰每天的消耗让她开始变得焦虑和烦躁，每天都在镜子前反复观摩确认自己的身材和容貌。昨晚白若兰在楼上吵了一夜，繁重的工作和高强度的运动，加上又没有休息好，我的身体开始吃不消了，头上也一直冒着冷汗。我艰难地换好衣服和鞋子，站在中岛旁切胡萝卜的时候，眼前突然黑了一瞬。我以为吃点东西就好，可是剧烈的恶心从身体传来。今天要给老爷子测心率和血糖，看着仪器上的数字，两眼开始越发模糊。老爷子察觉出我的异常，他想让我暂停工作去休息。可我今天还要去打扫白若兰的房间。我推着推车走在走廊上，感觉走廊越来越远，越来越长，好像永远走不到尽头。最终我还是没能挺住，两眼一黑倒在走廊上。顾景天开门出来，蹲在我身旁。他看见我这么累的样子，眼里第一次有了心疼的感觉。他的腰伤还没好，扶着我跌跌撞撞回到客房，可我却没有了之前的紧张。白若兰端着红糖水来到房间，不是因为关心我，是不想我和顾景天同处一室。房间给你用1天。听到顾景天的话，白若兰的脸色越发难看。景天，你腰伤还没好，快回去休息吧。顾景天走后，他怒视着我，可我正眼都没给他。我坐在这个每天都在打扫的客房里，第一次感受到床垫是多么的柔软。我站在窗前，16树还在摇，我的内心也是如此的平静。这时，顾景天发来了关心我的短信。今天家里出奇的安静，白若兰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去2楼走廊打扫卫生，主卧的门被风吹开，我本想把门拉上的，但我看见了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白色药瓶，增肥药。白若兰买这个干什么？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，关上房门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。这时，白若兰走进厨房，她穿着粉色围裙，这是她第一次穿围裙。木离，看你最近瘦的都没人样了，这是我特意为你留的，尝尝。我看着面前的蛋糕，精致的像一件艺术品，但在边缘奶油花的花心里，细小的白色粉末并没有完全融化。谢谢白小姐，不过顾先生说明早要带我去体检，拍片前必须清肠胃，我要是现在吃了，怕是会坏了顾先生的规矩。既然要体检，那就好好查查，别查出什么不该有的野心来。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。白小姐放心，体检是为了看清骨子里有没有病，不是为了看野心。事后我切下一块放进袋子里仔细观察着。傍晚，我回到地下室跳绳的时候，顾景天来了。这地板的油漆快被你磨没了。我会补上的。不必，磨坏了，说明它该换新的了。继续跳吧。回到房间，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，白若兰做的事越来越没有底线了，我不能继续坐以待毙。又过去了4个月，自从4个月前白若兰给我有毒蛋糕开始，除了工作，其他时间都躲在佣人房。白若兰也因为肚子越来越大，很少出房间。今天我买了廉价化妆品，开始学着化妆，不是为了让谁多看我一眼，是为了当那面有裂纹的塑料镜里出现我的脸时，我能多看自己一眼。纸盒里还有2件衣服，是我从未穿过的小码。换好衣服，站在镜子前，这个从200斤变成90斤的我，不再是那个低着头唯唯诺诺的胖女人。我走进老爷子房间，他正醒着，他拉着我的手紧紧盯着我。这么久以来，他一直看着我一点点变好，他的眼里满是心疼和开心。经过厨房走廊时，顾景天站在茶水间门口，他出差1个多月没回来了。他看到我愣了一下，他回到房间，拿着手机翻着员工照片，反复确认刚才那个人真的是我。以前我完全没有配得感，配不上新衣服，配不上口红，配不上被人多看一眼，但今天我给自己挣来了尊严。我以前写日记的时候，字里行间全是顾景天的名字，现在却没有再出现了。我看着以前全是有关顾景天的日记，密密麻麻地爬满了1页，
习惯性的打开烫伤膏闻了一下，便上楼工作了。顾景天准备去茶水间加水，经过走廊时，看到我的房门虚掩着。他本想过来关门的，结果看见日记本封面是他的名字，他好奇地翻开了第1页。他捧着它，读完了每一页。他把日记本合上，长叹一口气，接着把日记本放回枕边，位置和角度和之前一模一样。突然，他认出那管烫伤膏，那是他父亲贴身用的，里面几乎空了。他关上门来到厨房，我和老佣人正在准备中午的午餐。他居然破天荒地跟我说，储藏室灰尘太大，以后去2楼书房旁的办公室调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白若兰站在楼梯口，听着顾景天的话，她害怕了，但她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大吵大闹。我来到顾景天用书房给我改的健身室，栏杆和地垫都是新买的，这里没有灰尘，没有霉味。顾景天给我准备的矿泉水在阳光下透着温暖。我拿出日记本记录着，不同的是，里面却又再次出现了顾景天的名字。今天老佣人偷偷告诉我，顾景天昨晚一夜没睡。他拿出之前在楼梯摔碎的手机，翻看着以前的朋友圈，看到张琪在朋友圈嘲笑我的动态。他想到那天他就在餐厅，我打碎了碗，他对我冷漠的态度。他用拳头狠狠地压着本就破碎的手机屏幕。现在有了新的房间让我运动，再也不用担心划破地板油漆和那难闻的霉味。就在我休息的片刻，顾景天端了一杯水走过来，他好像有话想跟我说，又好像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看出了他的窘迫，但我没有问他，更没有看他，只是端过那杯水喝下。中午我做好了他们的饭菜，当我准备去后面吃饭的时候，他叫住了我。茉莉，你以后就跟我们坐一起吃饭吧。白若兰的手愣在半空，我低头坐在旁边，她夹了一块红烧肉给我。我不太舒服，我先上去休息了，你们慢慢吃。白若兰用力地捏着楼梯扶手。晚饭后，老佣人跟我说顾景天这几天很奇怪，每天都翻着员工照片。我以为是工作上遇到了困难，但我并不知道他是望着我以前的照片发呆。他在用他的方式找回我以前的点点滴滴。最近我有更多的时间运动，白若兰给我的杂活变少了，不是他良心发现，是顾景天每次都在他开口之后，用一句要照顾老爷子抽不开身为理由给我推掉了。我听见门口有人敲门，打开门发现门口放了一个冰袋和一张纸条。我知道一定是顾景天放的。我把冰袋和日记本放在一起。下午白若兰打电话叫来了一个朋友，对于现状她不知道怎么办，只能找朋友来商量对付我的办法。顾景天下班回到家，做下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来老佣人吩咐着什么。这是顾少爷让给你准备的。我看着手里的甜点，迟迟没有下口。顾景天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突然对我这么好？洗完手，我还要去给老爷子做腿部按摩。最近老爷子的腿已经慢慢恢复了知觉，为了让老爷子尽早能站起来，我的手也多了许多的老茧。傍晚，我想跟顾景天说声谢谢的，谢谢他的冰袋和甜点，但是站在他身边，我却又开不了口了，只能默默帮他打开瓶盖。同时这个时候，白若兰一个人跑去杂物间，造谣说我勾引顾景天想上位，并且在家里欺负他，偷拍我的照片发去了员工群。我却还不知道我将要面对什么，只是总感觉会有不好的事会发生。白若兰为了对付我，通宵熬夜的 P 图并造谣我。而这时，我的手机炸了，被几十条消息同时轰炸，同事们的评论一条接一条，像排队来吐口水。我坐在床边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袭来，但我现在不会和以前一样难过哭泣。中午的时候，顾景天也看到了谣言。你最近是不是太闲了？张琪带着燕窝跑来看笑话。莫离呢？我听说他最近在顾家过得很潇洒，特意来看看。我转过身，看着这个许久不见的人，他却很惊讶。你怎么把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扔了？顾家不留垃圾。顾景天让老佣人把张琪带来的燕窝丢掉，他很尴尬地坐在原地。外面的声音不用听。我没有说话，默默走开了。
IP 地址是你的平板，再有瑕疵，去跟警察解释。老佣人端来一杯水给我，他告诉我，就像这杯水一样，倒掉心中杂念，如同清出杯中流水，才能轻装向前。白若兰一夜没睡，今天起来的特别晚。她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，还在想着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。她打开抽屉，拿出刚从美国寄过来的护肤品。她拿着家里的钥匙和护肤品，走向了我的房间，打开我的房门。我还在客厅插着今天刚买的花。她卡着顾景天回家的时间点，焦急地走出来。我的护肤品不见了，我刚托人从美国专柜带回来的，这家里出贼了。木离，只有你天天在我房间打扫，我昨晚睡前还在梳妆台上，今早就不见了。我没有拿你的东西，我的房间你可以随便搜。他快步走进我的房间，不到几分钟就在我的衣柜里翻出他的护肤品。木离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要用跟我说啊，藏到自己衣柜里算什么？苏木离，你不用说话，我相信你。白若兰，这些东西怎么出现的？我回头查监控会弄清楚。白若兰听到要查监控，害怕的转身逃走了。而我并没有担心这件事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。顾景天拿着 U 盘放在桌上，我看着手里的 U 盘，是顾景天帮我请了律师，做好了所有的资料。原来他一直都知道我的事，还在默默的帮我。白若兰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疯狂的删着手机上关于我的一切。她倒掉了拿来害我的增肥药，她很担心明天的到来。果然在第二天，顾景天打开电脑，开始里里外外的查监控。原来他从白若兰来家里第一天，就偷偷叫人在家里的角落装满了隐藏监控。他知道白若兰从国外回来找他，目的肯定不单纯，背后也一直在找人调查他。现在他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证据。陈姐，通知顾家所有人在客厅来一下。白若兰迟迟没有下楼，她故意没有化妆，显得很憔悴的样子。景天，一大早叫大家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昨晚不是说好了吗？东西找到了，我也不追究了。顾景天没有理会他，不紧不慢地走向客厅的电视。白若兰知道他要做什么，越发的紧张。白若兰，这里是最近家里的监控录像，你一起看看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顾景天从一开始就在监视他。电视上放着他怒砸东西制造噪音，给我的蛋糕放增肥药，去我房间放护肤品诬陷我，在房间内大笑着算计我。他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的清楚，身边的律师和摄影师记录着这一切。白若兰指着我怒吼：如果不是你，不会变成这样。苏木离，凭什么？你以为能抢走我的男人？别怪我，他不该对你这样。白小姐，我从没想过跟你抢顾景天，我曾经很怕你，怕你把我赶出去，但后来我想清楚了，怕一个人不如自己站稳。现在我能站稳了。顾景天来到我身边，说今天可以还我所有的清白，给我一个交代。他拿起白若兰之前偷偷在公司转钱的账目。景天，你说我错我认，但你说他是受害人，他心里就没有一点算计吗？顾景天拿起钥匙，要求白若兰立刻收拾好东西离开顾家，没有一丝犹豫地开门走了。外面的石榴越长越大，它不停摇摆着，好像也在等这一天。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顾老爷子，顾老爷子没有说话，只是抬头看着2楼白若兰住的那个房间。白若兰还没来得及换衣服，匆忙收拾了几样东西，就被赶出了顾家。她站在楼下望着这个熟悉的别墅，她依然还是那么的不甘心。没一会儿，她肚子剧痛，被送进了医院。医院联系不到她的家人，顾景天把她的手机号拉黑了，她只能给顾家座机打电话。陈姐，我要生了，景天，能不能让景天接电话？老佣人告诉他，顾景天吩咐过，他不是顾家的人，他的电话一律不接，他的事也不可以管。白若兰躺在生产室，她是真的哭了，不知道她是否有真的后悔了。我站在窗前想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没能狠下心。我找到顾景天，告诉他白若兰没有家人，没有朋友，希望他还是能够去医院看看她。历经了5个小时，婴儿的啼哭声响彻整个生产室。护士把孩子抱在他面前，是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婴儿。原来白若兰当时同时在国外
和一个法国人威尔布朗谈恋爱，孩子不是顾景天的，顾景天也早就知道了，只是没有把他拆穿。若兰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我已经通知了大使馆，你以前的法国同事威尔布朗的联系方式在文件最后，签了他，带孩子去找他吧，别再回来了。顾景天没有追究白若兰的法律责任，我把孩子的事告诉了顾老爷子，他笑了，我却哭了，我们有着不同的情绪。老佣人送来我的起诉文件，爸妈的房子很快就能拿回来了。日记本写完了，今天我又换了新的日记本，就像开启了崭新的人生。今天上午10点，我在律师事务所签了字，钢笔尖落在纸面上的那一刻，我没有犹豫，房产证、遗产继承胜诉判决书，律师都交到了我手上。苏木离不是姨妈口中那个赔钱货，不是王建国婚书上那个交易标的。我看着曾经那双破旧不堪的佣人鞋，那些痛苦的日子终于过去了。我站起身，顾景天站在客厅那头等了我很久。木离，我想跟你道歉，我其实看过你的日记了，我不知道原来你喜欢了我4年，为我做了这么多，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。你端菜那天被客人辱骂，我就在后厨门口，我听见了，我没有进去。你被泼热汤那天，我只问了他，没有看你被烫红的手。还有很多很多，对不起，木离，这3个字太轻了，但我知道它。我的眼泪流下来，不是委屈，不是愤怒，是积攒了很久的终于被看见的重量。顾景天，那些事每一件都疼，所以我不原谅，但我愿意让他们过去。从今天起，你可以追我，不是暗恋，是明明白白的追。我给你这个机会。我们玩个游戏吧，我为你做1000件小事，直到你彻底原谅我，重新愿意看向我。他从西装内袋里拿出一张纸，写下第1件小事。他想握着我的手，可我的手却没有给予他回应。我给顾老爷子讲述着我内心的纠结。我还能继续喜欢顾景天吗？今天我做着自己喜欢的饭菜，顾景天穿着围裙走进来，面粉糊了他一脸。我看着他滑稽的样子，那一刻我们都笑了，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。回到客厅，我们忙着自己的事情。我告诉他，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秘密，但是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等顾老爷能开口说话了，才能让你知道。我叫苏木离，曾经我以为自己什么都不是，可我学会了自己站起来。所有人都赌我会输，可是这次我赢了。